我小学是 MIRC，然后再到 ICQ 了过后就变 MSN。你们以前的时候啊，20年前是怎样去做这些东西？以前未必点零的做法是，你把 Notepad 打开来，然后你就开始打 HTML 的 code，你填完了过后，你就把它 save 起来，设起来过后呢，然后就拉进去，然后去看 preview，OK，这个按钮要悠一点，要走一点，OK，你又再回来再改一改，然后再 save。每时每刻你按 save 的当下，都很像在期待一个新的成果的发现。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IT 有话说，我是 Jason，我是希望。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回忆杀的一些东西。也是，就好像之前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开发很快，然后流程整个都那些都蛮顺的，然后又好像你跟 customer 讲，他们那些都可以用 Zoom meeting，都可以 share screen 去很直接沟通，这种们面都不用见，我们就可以看清这笔 sales 啊。在你们以前的时候啊，10年前、20年前更早以前，是怎样去做这些东西？是怎样去，比如整个流程是怎样啊？开发过程啊，这是跟 customer 沟通的过程是怎样？是，其实这个就要回到 Web 1.0、Web 2.0，然后再到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语音的一个演变。以前 Web 1.0的做法是，就从我一开始接触网页设计开始，那时候很简单，你就是一个 Notepad，OK，你把 Notepad 打开来，然后你就开始打 HTML 的 code。index HTML H1 什么什么 OK， 你填完了过后，你就把它 save 起来，而且你 save 的时候一定要 save 成 .html 或者是 .htm OK， 做起来过后呢，你就要开以前是 IE 嘛 Internet Explorer， 然后还有 Netscape 那里面的这种旧式的browser， 然后就拉进去，然后就看 preview OK， 这个按钮要悠一点，要走一点 OK， 你又再回来 OK， 再改一改，然后再 save。这两个我们再去看，就是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动作来去做，这是最原始一开始做网页设计的一个流程。可是它有趣就是在你现在 coding， 因为你真的是在 coding， 一 code 了过后，然后你可以看它的结果 ，code 了它的结果，你就会觉得哦，原来 coding 的一个背后，它能够人得出来的结果是长这样子的。它的每时每刻你按 save 的当下，都很像在期待一个新的成果的发现，所以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啊。会不会有点像开马哥啊，有没懂？有一点像改个机啊，因为你改是这样，你这样想啊，每次等它出来的结果就是另外一个结果，所以你好像每一次都在开盲的那种感觉。对。那直到后来的 Microsoft 就出了一个软件叫做 Front Page， 那时候就开始有一点点 GUI 的概念，就是它会把你的 code 做一点点的 render 给你看到 preview 的样子然后你就比较不像开盲了，因为你任何的 code 我都马上可以看到一个结果，也不用只 save refresh 的做。所以 Front Page 是有一阵子真的多人做网页的工具，甚至学校也有教。而到后来呢，就有 Dreamweaver。以前 Adobe 还没有并购之前，是一个公司叫做 Macromedia Dreamweaver。它那时候是我们就是用 Dreamweaver 来做，它的界面会比 Front Page 更加多功能一点，它对 CSS 的那种资源什么的都比较完整一点，所以那时候 Dreamweaver 算是一个受很多网页设计师喜欢的一个工具。讲到 Dreamweaver 过后呢，我们每次要把网页丢上去正式机的时候，其实它最常用的工具就是 FTP 那时候所以就是你写好的网页，然后就放去那个 server， 然后你就在正式机 refresh 看一下结果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 version 的概念，就是没有百元控制这种模型，直到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工具叫做 Subversion， 它的 logo 很可爱，就是一个小乌龟它的概念就是你每做的一个东西的版本，它都会有一个版本控制这样子。所以它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以前我们每次由于是很多人一起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我的网页就被AI盖掉，我写的会被改这些东西。所以 Subversion 它就已经有想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可以开一个分支出来，然后解决，然后再合并。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太耗资源，因为它每次开一个分支器就是然后复制一个 folder 出来，所以在本机去做。对，在本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吃到很大的一个硬件空间。所以直到后来 Git 出现了，解决了很多这种版本控制的这个问题。到现在 Git 还是一个推给大家做过的控制。一开始是 HTML， 然后到后来 JavaScript 慢慢的普及从 JavaScript 的旧的版本到现在已经去到的新版本，
然后我们中间又多了很多的那种程式语言的，像以前是 ASP， 对啊，后来又有 ASP.NET， 然后又有Ruby on Rails、JSP， 还有公司常用的 PHP 这些啊，都是后来才出现的。然后网页设计的那个前端也出现了很大的变革，本来就是普通的电脑版，然后后来有手机版，我们就做手机版。那时候 Twitter 的这个公司他们就推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叫做 Bootstrap。你做的网页就是可以直接是 responsive， 就是响应式的。所以我在电脑版看的时候是这样子，在手机版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这我是选一包括，我不用分开来这些。可是前阵子其实是你需要给两个版，手机版就要写一个，电脑版就要写一边，所以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就很麻烦，就没办法真的一次过解决这些问题。对，再这样说，你一开始写网页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当时有什么工具？开始写网页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可能是教用 Subline 之类的这种 Subline 就 Text Editor 这样子的工具来写 website， 然后过后我就懂原来还有 Visual Studio 这个东西 ，OK， 然后才用到 Visual Studio， 然后过后就懂 PHP Storm 是一个 IDE 啦，是，然后那时候我就用 PHP Storm 用到很舒服，因为它有各种的 plugin 啊。就它内置已经内置好放进来，你不用再 extra download， 不像 Visual Studio 这样子，自己还要去找那个 third-party 的 plugin， 然后需要 download 下来，是，它才会有这个东西。对，其实 Visual Studio 它界面跟你讲的 Subline 是很像。有一阵子在手表还没有红之前，Subline 其实是很多 developer 的首选对点，就是它会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暗暗黑黑的，然后你打的字是有一光色亮出来。直到后来 Visual Studio 它有取经它好的地方，它的界面所以它就出了一次免费。一出来其实就是几乎是垄断整个 developer 的 IDE 的这个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在用 Visual Studio， 对，没有几个人会用别的。是，所以 Microsoft 它做了一个很厉害的决策，就是让这件事情对，然后你可以用，而且这个 Visual Studio 它不只是只可以基于一种语言，各种程式语言它都可以把它囊括在里面，而且它强的地方是 extension 对，你可以装更多的外挂，就是通过外挂才可以知道，可能你的语言写错了，对啊，这个就是通过外挂才可以知道。比如我们 Java 写错了，少掉一些逗号，少掉一些关的符号，这边红色对，可以讲你这里错了。以前的话是没有这种东西，但是Subline现在这种，对，你 set 表去看了才得到结果，对，不然你是不懂它错的。然后以前我用过 Subline， 我懂它痛苦在哪，就是我知道错，可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然后我就一行看一看，然后有时候是大小写问题有时候是少关这种是，然后你就一行看，然后真的是找到半死。对，之后出来的那种 AI 辅助就是 GitHub Copilot，那时候它是算是出了，对，就它只是这样会提醒你要关之类的，会帮的，会有一个提示就你按 Tab 它就自动帮你讲，讲这里帮我写一个方向叫什么，它就会帮你生成一个阴影这样子的东西，你按 Tab 它就写出来，已经渐渐进入 AI 的时代，对，有点半 AI 样子。那时候 GitHub Copilot 它是有蛮强的数据库，它自己本身有这样多的代码，所以它训练到这个 GitHub Copilot 很强，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用 GitHub Copilot 来作为这个增加效率的功能，在 AI 还没有出来之前然后我自己本身因为 GitHub Copilot 是费，然后我自己本身就用 WinServer 请先生 Codium 是免费的，然后我就去用 Codium 来作为这个工具去增加我效率，它真的很好帮助到我，可以去增加你写 code， 因为你可能写重复性代码，你打几个字吧，它就知道你 what the heck， 所以是超快的去往。以前的话可能就你跑去找那行代码选起来，然后 Ctrl C 再回到下面，再 Ctrl V 可能你要这样子，而现在不用了，就是一 search 打你要的东西 tap， 那个时候时代了。所以 coding 的整个演进从一开始要自己用到 Pad 去刻，到后来有不错的 IDE， 再到现在有中间有个扣开的辅助语写过，到最后现在就是用 Pro AI 直接帮你全部写完，就是已经我们横跨了好几个时代，其实。可是你知道，其实在更早以前，可能我高中时代的时候很流行一个工具叫做 Flash， 有听过吗 ？Flash 我也听过。对，因为以前玩 game 的时候，可是他都会讲 Flash 需要 Flash plugin 之类的这种对。
就是你看一个网页的时候，它可能要求你安装对吧 Flash 啊，那时候 Flash 也是一样是 under Macromedia，Adobe 还没有收购它之前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 Flash， 它有很多动画，它可以拿来做动画，它也可以拿来做这种多互动的网页。然后你可能在网页里面做一些东西飞来飞去，然后按了这个可以飞上去，然后有音效啊，可以做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工具。那时候就是它是 Flash， 可是它开出一个 Action Script 这样子的概念，你可以在里面做编程。所以那时候的 Flash 相当受欢迎，因为从 Web 1.0的时代，你很难做很多有趣的东西，不懂。可是 Flash 它打破了这个瓶颈，让它变成是你的网页就像是一个画板这么样，你可以做很多的一些互动。所以你知道它为什么后来不见掉了？不知道，就是那时候就刚好就是 iPhone 问世的时候，然后 Apple 是讲说它的 Safari 手机的不再支援 Flash 这个事情。好，刚才讲到 Flash 被干掉，然后我们的那个灯光就掉下来了。OK， 当时就是 Steve Jobs 他决定 iPhone 就不再支援 Flash，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Flash 的很多网站就一般都是这样子嘛，连这样多人用的 iPhone 都不支援 Flash， 这样我周末要写 Flash 文章，所以就渐渐的就不再用这个技术。但他当时给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 Flash 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技术，它不是 HTML5。Flash 原来是开放，你看网页的时候，你看 view source 就可以看到它的原始码嘛。可是 Flash 它的整个原始码还是保留在那个 FLA8里面去，所以你没办法可以知道它怎样写的什么。它不是一个开放的架构，再加上它也是耗电，因为 Flash 方法可能有用到很多 graphic 的东西，所以它耗电也比较高。然后它好像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如果你的 Flash 没有一直 up to date 的话，可能会变成是安全性的漏洞这样子。所以最后我 Steve 就决定不要采取这个东西了。很可惜的，就是一代的一个明星就这样子就陨落了。对，就在 Nokia 对，就像 Nokia 对，所以 Nokia 以前我们也是那个时代是最有本事三三幺的嘛，假可以像砖块一样可以丢人，它都不会坏。对，所以 Nokia 也是经历过在智慧型手机前的那个时代。是，像通讯软体，我们那个年代是从我小学是 MIRC， 然后再到 ICQ。对 ，ICQ 过后就变 MSN， 然后 MSN 过后就被 Skype 合并了嘛，并进去 Skype 里面，然后那时候也渐渐的都没有用了，它就被淘汰掉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 IM 我们所谓的 Instant Messenger 就好像没落了，因为智能手机就崛起了，所以大家就习惯用 WhatsApp， 开始习惯用 WhatsApp 来去做 IM 的一些事情。像那时候 Facebook 也出了自己的 Messenger， 对吗？还有很多这种 IM 的东西，像Viber 啊什么的 Line 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就群雄割据，然后各自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版图。像 Line 就是可能是台湾人比较多，对，日本人比较少。然后马来西亚比较多的就是可能 WhatsApp、WeChat 这些 ，WeChat 也是中国主要为主啊。然后美国应该是用 WhatsApp 这样的，还有哪一些 IM 是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在用？主要就是这几个，对，所以他们就有自己一个偏好的一个地区这样子。Line 我觉得它受欢迎是因为那时候它流行贴纸，sticker， 对啊，以前 WhatsApp 也是没有贴纸，看 Line 的贴纸很受欢迎嘛，然后后来 WhatsApp 自己也出自己的贴纸，贴纸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啦，因为你可以表达出情绪啊，文字无法表达的情绪，对，所以贴纸是一个蛮重要。打比说的 picture 有非常多的工具，就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就被淘汰了。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几乎是要全 AI 的时代。当然还有一些工程师可能还没有习惯，可能他们在慢慢的习惯用 Chrome 去写，会改变的人可能就2年后，然后不想改变的人就慢慢的会被淘汰掉。对啊，虽然是很不想发生，可是它好像就是真的会发生，因为当大家都在用的时候，你没有用就很易回来。对。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回忆杀过去的累积的经验并没有白费啦，我觉得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过去的经历这样子啊。我不知道进口前的大家有没有也是有用过一些以前的无掌键，如果有的话，欢迎在我们的讨论区上面分享一下。直接分到这里，这里分到这边咯 ，OK，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